大家好，我是楊老師。我們現在正在學習的是 HSK 4級考前輔導課程。那這個課程呢，可以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4級考試。那我們在課程裡邊會介紹非常多的方法，可以幫助大家在考試的時候做得更快，而且可以得到更高的分数。现在呢，我們在進行的是聽力的第二部分。那在聽力第二部分裡邊，我們已經向大家介紹了，如果在這個聽力考試裡邊出現了時間、數字、地方、工作、關係等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，我們應該怎麼去準備？那現在呢，我們來學習的是關於性格、態度和心情這些的詞彙都有哪些。那現在呢，我們來先看一下性格。性格裡邊有很多詞，這些詞呢有的比較難，那我們現在一起來學習一下。第一個是誠實。誠實的意思是不騙別的人，有什麼就說什麼，是 honest。那還有一個就是粗心粗心呢有很多意思差不多的詞，比如說馬虎，比如說不仔細、不認真，都是粗心的意思有的时候你会听到粗心馬虎，他是一個特別粗心馬虎的人。或者說你可能會聽到比如說他會跟朋友說，哎呀，不好，我怎麼辦呢？我的鑰匙又忘在家裡了。那又忘了，那這樣的人就是粗心馬虎的人。好，聰明的人，害羞的人 ，shy 不好意思的。活潑 active 可愛，浪漫有耐心。那有耐心的人，比如說護士或者老師，或者說如果你要有孩子的話，應該對孩子有耐心。那這個詞在聽力裡邊和閱讀裡邊都常常出現。還有勇敢 brave 就是膽子很大，不是膽子小，是膽子大，我們說非常勇敢。然後幽默humor， 然后優點和缺點。那優點呢就是好的方面，缺點呢就是不好的方面。那現在我們來看一看這些詞裡邊有沒有優點，有沒有缺點呢？我們可以看一下，粗心這個詞應該是一個缺點。那除了粗心以外，其他的詞都可以算是優點。害羞的話不能算優點，也不能算缺點。好，那這些詞你記住了嗎？我要建議大家呢，雖然可能意思你都明白了，但是我還是建議大家在下課以後再去複習一下，而且你要去複習它的用法是什麼。那這些詞不僅僅在聽力裡邊你可能會聽到，而且在閱讀裡邊你也會看到它們都是非常重要的詞，所以一定要會哦。然後現在我們來看一下，這裡有一個題，這個是 HSK 4級考試的題。那這個題裡邊我們看到了 A 很勇敢， B 很誠實， C 很可愛， D 很有禮貌。那麼我們要聽一下這個人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？33，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些您的成功經驗嗎？我覺得要重視平時的積累，要多向周圍的人學習。那您覺得您最大的優點是什麼呢？是誠實。女的覺得自己怎麼樣？好，那麼我們先來看一下，你們應該聽到了有一個詞，意思是完全一樣的詞彙，那就是誠實，是誠實。可能他讀得比較快，它比較短，所以可能沒有聽清楚这個就是一個可能會有的問題。但
但是我們也要注意，他介紹自己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問了他，你覺得你最大的優點是什麼？那這個時候大家都要認真聽，所以這3個字應該可以聽清楚。好，那麼另外呢，你還可以用什麼方法去選擇呢？ A 很勇敢，在文章裡面完全沒有聽到，很可愛，完全沒有聽到，很有禮貌，這個也聽不出來，那很有可能就是 B， 所以你也可以用反的方法，我們叫做排除法來選擇這個答案，所以這個答案應該要選擇 B。那大家呢，第一要注意的是這些詞的意思，你應該要都知道。那你看到這些詞的時候，應該要知道它的問題是什麼？他問的一定是這個人的性格和特點。那你在聽的時候，就一定要注意去聽它的特點。這樣的詞常常你會聽到一樣的詞，但是他說的非常快，所以呢，你有可能聽不清楚。所以如果你先去看 A、B、C、D 是什麼，你先猜一猜它的問題是什麼，那你在聽的時候就很有可能真的能聽到他說的內容，否則很有可能因為特別快過去了以後，你就沒有聽清楚的話，這個題目你就做不出來。那麼我希望大家在學習了這部分的詞彙以後呢，可以能夠非常好的能夠去解決這樣的問題。一般來說，在 HSK 4級考試裡邊都會有一個題是這樣的內容，所以這些詞彙請大家一定要學會。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關於心情的詞那麼在考試的時候呢，有一個或者兩個題都是關於一個人的心情的，那所以這些詞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大家一定要記清楚它們都是什麼意思。那我們來看一下，第一個是煩惱，煩惱就是不高興的意思，我有很多煩惱。感動be touched， 比如說他看了一個電影，他說哎呀，這個電影太感人了，我都哭了，那這個意思是他很感動。很高興那跟高興的意思一樣的詞還有快樂，還有激動，還有興奮，它們是 exciting 它們都是高興的意思。所以可能你會聽到，比如說哎呀，我今天太激動了，我終於可以什麼什麼了。那他問你，請問這個人的心情怎麼樣？那 A 可能是高興。那有很多同學說我沒有聽到高興這個詞，能選嗎？可以選，因為激動和高興的意思是差不多的。然後我們來看孤單 lonely， 激動我們這是一樣的意思，緊張 nervous， 然後快樂冷靜 calm down 他是一個非常冷靜的人，他從來不衝動，他遇到事情都要想一想怎麼樣。然後難過難受是 sad， 奇怪 strange， 輕鬆 easy， 然後傷心也是難過的意思，生氣 angry， 失望 disappointed， 舒服這個 comfortable 這個沒有問題，無聊沒有意思。然後興奮和激動是一樣的意思，幸福 happiness， 愉快是高興的意思，着急是 in a hurry 的意思。那麼關於着急，大家要注意，你有可能沒有聽到着急這個詞，但是你聽到了怎麼辦呀？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，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呢？那很有可能就是着急了。所以你有可能在聽力練習裡面沒有辦法直接聽到這個詞，但是你可以聽他們的對話的意思，然後猜出來他現在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情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的，那這些詞你們都會了嗎？
如果你们有一個詞還有問題，我希望大家在下課以後呢，去學習一下這些詞的意思，或者是你還得去學習它們的用法是什麼。那現在呢，我們來做一個練習。在這個練習裡面，我們看到了興奮、吃驚、輕鬆、着急4個詞，它們都是關於心情的詞。那麼現在呢，我們來聽一下這個聽力的錄音，然後你們來想一想，他現在是什麼樣的心情。20，怎麼樣？那個技術上的問題解決了吧？我以為今天能順利解決，但是情況比我想的複雜得多，怎麼辦呢？男的現在心情怎麼樣？男的現在心情怎麼樣？那你沒有聽到 A、B、C、D 裡邊的詞都沒有聽到，那我怎麼去判斷呢？但是你去想一想，這個男的他說我本來以為今天可以順利，但是比我想的複雜，他最後說了一個句子，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，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？是興奮嗎？是吃驚嗎？是輕鬆嗎？當然都不是，應該是着急，應該是着急。那麼我們再來試一試，如果現在老師跟你說你可能會聽到這樣的對話，一個人說，下個月我就要結婚了，我想請你來參加我的婚禮。然後一個人說，真的嗎？你們才認識1個月。那我想問，這個第2個人他的心情是怎麼樣的呢？是興奮嗎？是吃驚嗎？是輕鬆嗎？是着急嗎？那因為他說你們才認識1個月就結婚了，真的嗎？那這個應該是吃驚，應該是吃驚。好，那我們再來試一試 A 和 B。那 A 呢，他說我已經買到票了，我們明天可以去看比賽了。然後 B 說，真的嗎？你太棒了，我真的是太喜歡這個比賽了。那 B 他的心情是怎麼樣的呢？他也用了真的嗎？那他是吃驚嗎？不是吃驚，因為票已經買到了。然後 B 說，真的嗎？我真是太喜歡這個比賽了。那喜歡買到票了，那一定是 A， 他非常興奮。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在這樣的詞你要看到的時候，你需要聽的不是說你可以聽到完全一樣的詞，很有可能這個對話的意思可以告訴你他的心情應該是怎麼樣的。有的時候你會聽到怎麼辦呀？真的嗎？這樣的我不相信這樣的詞，那他們都有一個特別的這樣的心情。那還有可能你只聽一個詞是沒有辦法判斷的，那這個時候你要注意的是A 和 B 他們說的句子意思是什麼，那從這個意思裡邊你可以判斷出來應該選擇哪一個。所以這個題目是有一點點難的，所以希望大家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下。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關於態度。那態度這個題呢，在漢語考試裡邊是常常出現的，他常常會問男的是什麼態度，女的是什麼態度。那所以態度的詞在4級的聽力裡邊一定會有一個，或者有的時候是2個，所以它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們現在呢，先來看一下關於態度的詞有哪些。擔心是 worry，
得意啊，就是我覺得我特別厲害，有一種高興，因為自己很厲害，因為自己成功，所以很高興的意思。感謝，後悔 regret， 我買了一件衣服太貴了啊，我買的時候覺得很好，但是回家以後我就想，哎呀，我不應該買，我後悔了。懷疑 doubt， 積極 positive 啊，然後驕傲是 proud， 然後可憐是 pity， 可惜也是 pity， 恐怕 afraid， 禮貌滿意 satisfied， 努力批評 criticize， 熱情 warm， 然後認真，然後同情。什麼叫同情呢？比它跟可憐的意思呢有一點點近，但是什麼叫同情？比如說呢，我們在路上走的時候，有的時候呢會看到一些人，他們可能沒有手，可能沒有腿，他們在路上，然後跟你說你可以幫助我嗎？那我們覺得他們非常可憐，所以呢，我們給他錢或者給他吃的東西，這個就是我們同情他們。那這個詞在考試的時候，在閱讀裡邊出現過很多次，所以這個詞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詞，大家一定要記住這個是什麼意思。那喜歡很簡單，羨慕 admire， 原諒 forgive， 重視是覺得很重要，尊重是 respect， 仔細是 careful。那像這些詞，它們的意思希望大家都能夠記住，而且都能夠，你要知道怎麼去用這些詞。那這些詞在漢語裡邊 HSK 4級考試裡邊，不只是在聽力的部分你會看到，而且在閱讀的部分，在寫作的部分，在書寫的部分，你都有可能去看到它們。所以這些詞是非常重要的，希望大家呢認真的學習一下。那現在我們來做一個練習這是2個練習，我們大家要注意聽了。我們先看第一個 A 很感動， B 很突然， C 很後悔， D 很失望。好，我們現在來听一下。15，李老師，我下個月5號要結婚了。你是在開玩笑吧？你們才認識1個月呀。對於這個消息，女的覺得怎麼樣？好，那大家發現你沒有聽到裡邊的任何一個詞，這4個詞你都沒有聽到，那你要怎麼去選擇呢？你要根據對話，男的要結婚了，女的說你開玩笑吧，你們才認識1個月呀。那在中國人的想法裡邊認識1個月就結婚，這個真的太快了，特別的突然 sudden 你覺得很突然，是 surprise， 是很吃驚是很突然。好，這個題應該要選擇 B。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一個 A 太累， B 得意， C 感動， D 懷疑。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人覺得怎麼樣28，我們去對面的商店看看吧。我真的受不了你了，你到底還要逛多久？我們才逛了1個小時。時間過得真慢，和你逛街比上班還辛苦。男的現在是什麼感覺？好，那你沒有聽到 A、B、C、D 的詞彙，對嗎？這個也是需要你去想一想的。那應該是哪一個呢？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聽出來。
那這個對話是男的陪女的去逛街，女的他們2個人逛了1個小時，女的還要繼續逛，那男的就不想逛了。他最後說了一句話，比我上班還辛苦。那辛苦的意思是太累了，選擇 A， 太累，因為他覺得累，他不喜歡這件事情。好，那這個應該要選擇 A。 所以大家通過這一些練習，有沒有學會在做這樣的題的時候應該要注意什麼呢？那我們要看一下關於態度，關於心情，還有關於性格。那這樣的考試，這樣的題目在听力考試裡邊是一定会有的。那跟他們有關的詞彙不只是听力，在閱讀和書寫裡邊都是會出現的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記得這些詞的意思，一定要明白。那麼當你看到這樣的 A、B、C、D 的時候，你要馬上想一想，這個問的是什麼問題？一定是問態度，一定是問他的性格的。那你去聽的時候，你就知道我應該要聽什麼。特別是像這樣的問題，它常常你是不能聽到跟 A、B、C、D 一樣的詞的，你就要去想一想。所以這個時候你一定要去聽，這裡邊一定有1個句子或者2個句子，意思差不多，或者可以給我們答案。那這樣的對話大家一定要認真去聽，否則你可能沒有辦法選擇這個答案。好的，這個是我們的心情、態度和性格這個部分的練習和詞彙。那希望大家認真的去學習。那在下面呢，我們會給大家介紹關於別的部分這個是關於怎麼樣的。那麼在考試的時候，你常常也會看到一個關於怎麼樣的問題。那像這樣的問題有哪些詞彙，應該要怎麼去回答問題？這個呢，我們先休息一下，然後一會兒我們再來學習。好的，那現在我們休息一下吧。